直到看见萌兰和奶爸拔河，才明白萌兰情商有多高，妥妥的清北苗子一枚。这天，萌兰的妹妹萌宝爬上围栏，却一不小心掉了下来。危险的是，萌宝手里还拽着电线。就在这危机关头，萌兰赶紧跑过来阻止萌宝，让萌宝成功把电线放下了。随后还要手逗萌宝开心，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。庆大想跟萌兰睡在一块，着急的从围栏钻过来，却不料下半身被卡住了。萌兰上前咬住庆大的后脖梗，用力拖拽，还教庆大调整姿势，最后配合着将庆大救了出来。奶爸收猫时，小伙伴躲在树上不肯下来。正当奶爸感到无能为力之时，萌兰又出现了，爬上树连哄带劝的把小伙伴拽了下来。徐老爷给萌兰加餐时，伸手想摸萌兰，结果不巧被躲开了。怕老爷因此感到失落，于是主动把脸贴过去让老爷摸。奶爸想和萌兰拔河，萌兰知道自己力气大，于是一拉一放逗奶爸开心。而和其他熊猫拔河的时候，萌兰不仅全力以赴，偶尔也会耍小聪明，把绳子绑在木头上。完事之后还抬头看四周，生怕被其他熊猫发现。智商超群，情商超高，都说建国不允许成精，而萌兰却是个意外，对待饲养员也是有求必应。小时候那会儿，谭爷爷呼叫他边跑边答应，还知道抄近路。奶爸把萌兰抱在怀里，萌兰和奶爸无障碍沟通。徐老爷叫萌兰过来，萌兰也是叫一声回答一声。赚钱最猛的4只大熊猫，花花竟然才排第3。那么你觉得前2位是谁呢？第4名福宝。据统计，每天大约有6000名游客来看福宝，而一张门票约5万韩元，加上周边产品的消费约2万韩元左右，一天的营业额就高达3亿韩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。最主要的是福宝一天顶多4个小时的营业时间，这妥妥的摇钱树啊！难怪2位爷爷会把它宠成财阀公主。不过最主要的也是真心喜欢福宝了，因为细节可以决定一切。第3名花花，作为国内顶流女明星，花花的粉丝团极其庞大，每天都有人早早起来排队，冲锋号角一响，粉丝们如同百米冲刺一样，争先恐后的找最佳位置来看花花。节假日更是不得了，在5一5天的假期当中，总共大约有27万人来看花花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，导致基地不得不限流，每天只放出6万张门票，一个月就是180万张，一张门票就算只要5块钱，一个月也能高达1个亿，而且还不算周边的消费，数据真是恐怖如斯。但他却只排在第3名，而第2名则是萌兰。众所周知，萌兰仅凭一己之力就把北洞干上市了，成为北洞最大的股东，身价过千亿。别的熊猫还要上下班打卡，而萌兰却实现了营业自由。萌兰又是出了名宠粉，与粉丝们频频互动，逗得姨姨们一度尖叫。萌兰也非常享受这种气氛，因此经常自愿加班加点，俘获姨姨们的芳心。第1名香香，虽然国人都非常痛恨小日子，但小日子却是把咱国宝大熊猫养得最好的。光给大熊猫取名都征集了32万个方案，排队3小时，观看3分钟。由于想看香香的人太多，甚至把熊猫的青团都拿出来展览，还得采取抽签摇号制，每天几万人排队，能够买到门票的只有2000多名，周边消费也是极其的高，5年时间狂赚500多亿日元，折合人民币近30亿元，热度超过新任天皇登基。如此能赚钱的大熊猫，难怪日本会连续5次推迟香香回国的时间。这是大熊猫中的英雄，带着其他熊猫躲过地震，随后又带回来交给饲养员。每当提起他，饲养员都会对其称赞一番。他的名字叫喜淘淘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地动山摇，恐怖如斯。而当时仅有2岁的大熊猫喜淘淘，感知了地震即将来袭，但他临危不乱，于是提前召集其他熊猫，带领大家逃去野外避难，承担起英雄的角色，给大家都照顾得很好，没有一只大熊猫受伤。当余震平息之后，喜淘淘却又带领大家找了回来。如果大熊猫也有部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首领，因为地震破坏了环境，而他却能记得回家的路，关键是他有回家的意识。所以在饲养员眼中，喜淘淘是一大功臣，载入史册，帮助大家省了很多事情，提起他都会美滋滋的嘴角上扬。而喜淘淘的妹妹正是一代美熊思佳，与二胖有着南思佳北二胖的名号，是当代美熊的标杆。喜淘淘小时候也非常可爱，有鼻子有眼的，长大后却气质非凡，坐姿都十分霸气，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熊。当然这也是他的底气，确实十分了得，一般熊猫还真做不到。他敢和我对着理。挑战全网脾气火爆的大熊猫，第5名喜乐，人称8里台二姑奶奶。喜乐主打一个有仇当场就报，可能昨晚喝了点假酒，导致喜乐一大早的就对着小树摇摆，怎料摔了个4脚朝天，气得喜乐怒拔小树苗。
中午又悠哉悠哉地躺在椅子上哼小曲，下一秒就摔得熊仰马翻。好面子的他起来环顾四周，幸亏没有人发现，不然丢脸丢到家了。之后喜乐看见椅子就烦，通通把椅子丢沟里了。战斗力能估3个萌兰，第4名飞云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一拳打倒鲁智深。他虽然长相甜美，人称熊中刘亦菲，却又是金刚芭比，可谓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300来斤，拳打金虎，脚踩妙音，整得人家金虎听到飞云的名字就吓得直哆嗦。战斗力估4个萌兰，第3名萌二，凶狠全都写在脸上，掰个竹子都龇牙咧嘴。有人可能会说他只是学奶爸的样子，实则很软弱的。这句话萌二就不喜欢听了。想当初冲进谷谷的眷舍，把谷谷揍得哭爹喊娘，而谷谷又是北洞的保安队长，人称谷大爷，有着多次伤人的历史战绩，但都是人家送上门的，怪不得我家谷谷了，他还挺憋屈的。为啥大家都找他一只熊猫欺负呢？战斗力估5个萌兰，第2名七仔，300斤的体重，有着299斤的心眼，染着小黄毛，一看就不好惹。背后有2大金主爸爸当靠山，像极了地主家的傻大儿，把老丈人的耳朵都咬成了扳手，他还不知道收敛，背后竟还嘲笑一番。战斗力估6个萌兰，第1名胡子，秦岭乱不乱？胡子说了算。小时候被寿家家伤，遭一群豺狼围攻，差点成了盘中餐。生命垂危之际，遇到潘教授以身化险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7年之后，石铁兽血脉觉醒，暴君胡子归来，他依旧记得当年的恩怨，冲上去对着豺狼首领一巴掌，天灵盖都给呼得稀碎，还追着金钱豹一顿锤，从此一战成名，荣获秦岭小霸王的名号。整个秦岭的野兽几乎都挨过他的巴掌。战斗力估挨个萌兰。萌兰挖地道失误挖破水管，竟跟奶爸吵了起来，还差点直接上手。众所周知，萌兰有一颗出去闯荡江湖的梦，所以频繁出现萌兰越狱的新闻。但随着围墙加高，垫脚的玩具又被没收，萌兰越狱3式：爬、垫、挖，就只剩下最后挖地道了。自从过完年后，萌兰的院子到处都是挖过的痕迹，但萌兰在前面挖，奶爸在后面填。虽然没有一个地道能够通向外面的，但萌兰相信坚持就会成功。瓜没挖出来，但是把水管给挖破了。萌兰顿时汗流浃背，被游客发现后更是手舞足蹈，一屁股就把洞口挡住，心虚的头都不敢抬起来。随后用罐子、用石头都尝试去堵，但水流却源源不断。萌兰刚抬头准备躲起来，就正好跟奶爸对视上了，场面大写着尴尬。当着众议的面，奶爸为了给萌兰台阶下，让他回圈舍休息了。但萌兰忙活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挖出个土坑，却又被奶爸给堵上了，气得萌兰火冒3丈，趴在围栏上要求干架，抬起他那40码的大脚板，难道想要飞檐走壁不成？萌兰火气未消，隔天就把奶爸种的小树苗给拔了，还躺在木拱桥下面一顿乱啃。然而这一切都被奶爸拍个正着，这奶爸怎么回事？一天没事干什么老是监视我呀？萌兰一巴掌过去，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奶爸也怕萌兰哪天越狱成功，跑来报复自己，所以当着萌兰的面给删除了。萌兰这才屁颠屁颠的跑开了。不是吧？竟然有人骂顶流明星花花，说他和叶子是残次品，你是庆幸自己手脚完整还是怎么的？又说花花是弱智，是啊，你都是高级动物了，当然比大熊猫聪明，但你跟大熊猫较劲干嘛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过花花？他从一生下来就残疾，本来应该得到同情，却换来的是一些口舌之人的羞辱。什么叫残次品？请妥善用词。花花虽然脚掌外翻，不能爬树，但他从来没有摆烂。为了跟上同伴的脚步，他努力练习爬树。圆润和二狗也在教他，但都只适合正常的大熊猫。而花花最终在自己的努力下，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爬树技巧，这不应该得到大家的鼓励吗？说花花是弱智的，你们看到过花花认真营业的样子吗？他知道自己不能像其他大熊猫那样活跃，但他却知道微笑着给游客招手。这种与游客互动的方式深得人心，并且花花的很多时候都顶着大太阳营业，以至于中暑倒在地上。为了就是不让基地养闲熊，他性格温顺，在干饭的时候经常被其他3只土匪抢，因为他本身就斗不过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包容同伴，或者这本就是他们相处的一种方式。谭爷爷给他开小灶，还不是因为谭爷爷喜欢他，知道会给自己开小灶，所以一来可以不与同伴闹矛盾，二来可以与爷爷搞好关系。所以说你觉得他是弱智还是睿智呢？人们常说一句话，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